有关于国产先进战机出口外销的话题，近来讨论热度很高。有分析称，在歼10C 成功出口巴铁之后 ，FC-31隐身战机也将迎来出口。一起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歼10C 成功出口巴基斯坦，代表中国高端顶尖战斗机打开了国外新销路。这是我国第一次成功外销出口空军现役的 4.5 代先进战机。英媒认为，中国或将乘胜追击，推出主打已久的 FC-31隐形战机外销出口。在歼10C 成功出口巴基斯坦不久，沈飞就将 FC-31隐形战机的模型拉到沙特的防务展上展出。外媒认为，中方此举是向中东诸国推销 FC-31战机。当前 FC-31战机在技术上已经趋于成熟。FC-31在沙特的防务展的亮相，引起了当地军政高层的兴趣。FC-31被认为是美国 F-35隐形战机有力的竞争者之一。此前，由于美国拿 F-35战机军售案要挟中东国家阿联酋和中国做经济上的切割，导致中东其他国家不敢轻易向美国订购 F-35战机，就怕美国拿这笔订单裹挟中东诸国选边站，到时候想下美国这条黑船都难。中东国家和中国的经贸往来这几年屡创新高，给双方带来了大量的经济收益，因此这些国家也不会听从美国的要挟。其次，美国对于武器装备上的使用也有很多毛病，动不动长臂管辖，对于出口的武器限制这个限制那个。此前甚至爆出过出口给韩国的 F-35需要动态密码才能启动，韩军每次起飞之前得先给美军报备飞行计划，然后申请动态密码给 F-35的机载电脑开机。美国人要是不给，那 F-35就别想起飞，机载电脑压根儿开不了机，乱输密码就强制锁死系统，这 F-35还怎么飞？有这么明晃晃的例子在先，中东国家再想买 F-35自然就得深思熟虑，好好掂量。美国还得顾及以色列的影响，因为巴基斯坦等问题，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不好，这将是中东国家获得隐形战机的最大障碍之一。而且以色列刚刚从美国引进了 F-35战机，这就使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唯一装备隐身战机的国家，对周边的国家空军形成了严重的不对称优势，这是中东大户沙特无法容忍的。连阿联酋都动了采购隐形战机的心思，更别说沙特了。既然美国人的 F-35不合适，那么沙特可在国际上选择的隐形机也就是只有中国的 FC-31和俄罗斯的苏57战机。先说苏57问世这么多年，俄空天军才开始下第一波采购订单，到现在产量不超过5架，而且苏57一直被外界所质疑，尤其是其隐身能力。有专家认为苏57仅相当于半隐身机，而 CS 面积比美国空军的 B-1B 战略轰炸机还大，其使用的机载雷达还不是5代的 AESA， 基本上很难和 F-35战机匹敌。而中国的 FC-31战机的衍生研发版本歼35隐身战机已经得到了解放军海军的认可，解放军海军打算将作为下一代舰载战斗机。经过10年的改进， FC-31的国产化率可以说是近乎100%， F-35有的配置 FC-31都有，如 ETOS 系统和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等。在具体的空战性能上， FC-31可以说是不输 F-35。此外 FC-31还拥有非常出色的多用途能力，可以说是现阶段国际市场上的最佳选择了。要虎妞来说，中国 FC-31战机相比美国 F-35具有2个优势。首先就是战机的单价，虽说 F-35战机由于多国的注资和庞大的产量稀释了价格，最新批次的 F-35战机造价仅9000多万美元，但是这是美军下单采购的价格，是最优惠的自用版本。如果要外售的话，这个价格涨幅基本上是2到3倍。例如，日本几乎是以2.2亿美元的单价引进的 F-35战机，韩国也是同样以近2亿美元的单价采购引入，而中国的 FC-31就便宜得多了。外媒分析认为，一架 FC-31战机的外销单价差不多在7000万美元左右，这个价钱是真正意义上的白菜价了。我们卖给巴基斯坦的歼10C价格也不过是5600万美元。在这个基础上增加1400万美元，
就可以购买 FC-31战机。从性价比来说 ，FC-31毫无疑问是完全领先 F-35的。其次就是中国出口武器没有美国那么多的政治限制。此前，美国出口巴基斯坦 F-16战机就明确要求巴方只许用这种飞机打击恐怖分子，言外之意就是不得和印度空军开战。而中国出口武器完全没有所谓的政治限制。相比美国，中国的出口武器完全可以供拥护国自由使用，是真正意义上的买来就是自己的。在武器的售后上，中国可以根据客户国的要求，提供完善的后勤保障和技术服务。以前我们出口枭龙战机时，就是手把手教巴方建立战机的生产线和维护线的。FC-31战机同样可以协助客户国设立生产线，这种优势是美国完全不具备的。因此，如果中国成功出口沙特 FC-31战机，这将进一步提升沙特的空军实力，同时也能打响中国顶尖隐形战机的国际知名度，从而大幅度提升中国隐形战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。